魏无羡思考了一下，忽然趁人不备，迅速往后一坐，背脊紧紧贴着蓝忘机的胸膛和腹部。果然，不出他所料，有东西硌着他。蓝湛，不会吧？魏无羡嘿嘿笑着，正要开口，蓝忘机抿着嘴，放在魏无羡腰侧的手用力一揉，魏无羡瞬间失了魂，还发出一声又软又羞耻的叫声。不许说话！蓝忘机急切地说。家规可没说不可以说话。魏无羡狡辩道，还故意左右挪动一下。魏婴，蓝忘机握着魏无羡的腰，警示意味十足。蓝副总，触犯家规的可是你哦。魏无羡恶人先告状，一本正经道，要不要我提醒一下你啊？家规有云，不可淫乱。哎，你干嘛？魏婴，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是吗？蓝启仁翻开笔记本，字迹倒还工整，可每页都皱巴巴的。抄书的人似乎跟家规有仇似的，把本子揉成这样，这是什么态度？还有2遍没抄，怎么回事？魏无羡没法解释他昨晚是怎样被蓝忘机按在书桌上教训了一晚上的，只得悻然站在一旁，等着挨批。魏婴蓝忘机在一旁试图出声解释。你不要总是袒护他。蓝启仁生气道，再抄5遍，你们2个都抄。蓝副总，都怪你。怪我。公休3日，蓝副总和魏秘书回夷陵民宿度假。蓝忘机父母也在，大家收集食材，自己下厨。但有条规矩，没有收集到食材又没有做饭的，就只能吃青菜。第一天，4个人一起在湖边钓鱼。在凉棚下，魏长泽和清恒君有说有笑，丝毫没在意面前的鱼竿。而不远处的大树下，蓝忘机镇定自若地坐在鱼竿旁，盯着浮标一动不动。魏无羡则紧张兮兮蹲在一旁。蓝湛，他们又钓到一条。魏无羡看着魏长泽闲聊间随意收鱼竿，一条肥美的鲤鱼便上钩了。魏婴，你会把鱼吓跑的。蓝忘机皱着眉头，示意对方别出声。他们也在聊天啦。魏无羡不满道，他扭头一看，自己的桶里只有清澈的湖水，一条小鱼苗也没有。蓝湛，你到底会不会钓啊？钓鱼要有耐心。蓝忘机反驳道，我去看看他们。魏无羡见自家鱼竿半天没有动静，忍不住窜到凉棚那边去了。魏婴，过来做什么？魏长泽喝口茶水，一副悠哉悠哉的模样。我看你们钓了几条。魏无羡说着，凑上前一看，桶里装满了5、6条大鱼。你和蓝湛钓了几条？清恒君见魏无羡脸色怪怪的，明知故问道。魏无羡了半天，丢下一句话就跑了。蓝湛说要有耐心，就快上钩了。魏无羡继续蹲在蓝忘机身边，浮标依然没有动静。蓝副总，到底行不行啊？魏无羡又忍不住出声，你钓过鱼没有？没有。魏无羡，我钓过别的。蓝忘机淡淡的说，比鱼大多了。钓到了吗？魏无羡好奇心大增。哇，什么东西？魏无羡一脸崇拜。魏秘书，钓到了鱼和下厨的人可以吃，其他人没份哦。藏色和蓝夫人将烤鱼端上餐桌，脸上尽是得意的笑容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坐在另一边，碗里只有水煮青菜。蓝副总，我也想吃烤鱼。魏无羡看着烤鱼，捧着碗，生无可恋地扒了一口白米饭。回去带你吃。蓝忘机握着筷子，当场把青菜夹成了2段。夜里下了一场大雨，第2天，藏色和蓝夫人约2儿子一起去上山采蘑菇摘野菜。魏无羡犹豫了1秒，觉得这次肯定不会空手而归，便拉着蓝忘机一起去了。上山后，4人分为2组往不同的方向前进。蓝副总，这可是我的强项了，我小时候经常出来帮爸妈采蘑菇。魏无羡得意洋洋地说，你跟着我，绝对稳赢了。是吗？蓝忘机怀疑道。哇，你不信我？魏无羡佯装生气，我可是你秘书，你居然不信任我。蓝忘机只得笑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快看，那里有一堆。魏无羡眼神很好，几步跨过去，在一棵老树下面发现一堆白白嫩嫩、非常饱满，还挂着露珠的蘑菇，怎么样？我没骗你吧？蓝忘机拿着蘑菇研究了片刻，想拿出手机识图看看，然而山上信号不好，半天加载不出来。你放心啦，
这蘑菇我打小就认识，没问题的。魏无羡一把夺过蓝忘机的手机，让他帮忙采摘。魏无羡3两下将蘑菇全摘了，不一会，带出来的篮子就装满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了。魏无羡满载而归，心情极佳，回去烤蘑菇、煮蘑菇汤、炒蘑菇肉片，哇，想想就流口水来。走到山脚下时，4人默契十足的汇合了。阿英，不会又空手回来了吧？藏色嘲笑道。呵呵，老妈你瞧不起谁呢？魏无羡冷哼一声，转身从蓝忘机手里拿过篮子，快看吧，满满一筐，够你吃1个星期了。藏色怀疑地看着这筐蘑菇，蓝夫人也好奇地看过来。这儿，你没查过这个蘑菇吗？蓝夫人柔声问。山上并没有信号。蓝忘机老实说。